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15讲，我们来一般性的讨论任意二端网络的路端等效电阻。在讨论这个内容之前呢，我们还需要介绍一下，如果这个二端网络里面包含了受控源，那么我们怎么来处理？对于这样一个网络来讲，它是二端的，如果里面纯含电阻，我们此前讲授的3种方法基本上就够用了。但是有的时候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受控源，于是情况就变得复杂了。我们此前介绍的串并联、电桥平衡和星三角变换不能处理这2种元件，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，对于这个二端网络来讲，我们需要发现的是 U 等于什么乘以 I， 这个什么就是我们的 Req。因此这就提示我们，寻找二端网络入端电阻或者说端口电阻的核心是要写出端口上的 UI 关系。那么对于包含受控源的二端网络来讲，我们可以利用 KCL、KVL 和元件约束写出这样的端口特性，从而求出 Req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端口的电压电流，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电压的存在，寻找出未知的电流，或者反过来假设有一个电流的存在，寻找出未知的电压。这2种方法我们分别叫加压求流和加流求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例题，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二端网络，子电路里面有2个并联的支路，很显然我们比较适合在这个节点列写 KCL，I 等于贝塔 I 加上 U 比上 R， 这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列写的方程。接下来我们分别用这2种方法来说。第一，加压求流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电压来表示电流。对于这个电路来讲， I 就等于 U 比上 R 1减贝塔。第二种是加流求压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电流来表示电压，可以写成 U 等于 R 1减贝塔乘以 I。 从这2种式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上者等价为 I 等于 U 比 Req， 下者等价为 U 等于 Req 乘以 I。 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 Req 是等于 R 乘以1减贝塔的，这就完成了这道题的分析过程。从这道题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得出来，这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任意包含受控源和电阻的无独立源二端网络来说，我们都可以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的方法求出其端口的等效电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般性的讨论。在此前的几讲里，我们介绍了总共4种方法。首先是电阻串并联，其次是电桥平衡，第3是星三角变换，第4是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。我们需要说明的是，前3种方法仅针对阻性二端口成立，而且我们推荐大家选用的顺序是从1到2到3，也就是说，你先看这个网络里面是否是串并联关系，如果说不是，那么尝试发现平衡的电桥，如果说没有，再用星三角变换把它转换成串并联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求解顺序是这样的。但是对于包含受控源的二端网络来讲，我们就需要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来求解了。当然，我这里需要指出，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有可能我们只能用加压求流或者只能用加流求压来求解。这一点我们在后续的几讲里会进行讨论。采用这几种方法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求出任意不含独立源一端口网络的入端电阻了。好的，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。